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如果你现在正坐在屏幕前，请先深呼吸，因为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将一起见证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2026年2月28日，德黑兰的时间在上午10点永远定格了。这不仅是中东版图的一场地震，更是全球地缘政治秩序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推倒重来。那个统治伊朗长达数十年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一场美以联合军事行动中确认死亡。这不是演习，这不是传闻，这是由路透社、CBS 以及伊朗官方媒体联合确认的现实。当火力军看到这则消息时，其心情无法用简单的震惊来形容，于是连夜整理了多达几十页的内部专题报告、国际通讯社的电报以及最新的实时追踪数据，浓缩成了这期视频。接下来的内容，火力军将带你穿透德黑兰官邸的烟雾，直击这场名为史诗狂怒行动的核心，讨论谁是那个出卖坐标的内鬼，分析失踪的接班人莫塔巴到底去了哪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面对那个让全世界站立的问题：伊朗的核按钮现在到底在谁手里？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在这场海啸中，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事外。据 CBS News 报道，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德黑兰市中心高度戒备的领袖官邸大院突然传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这不是普通的空袭，而是代号为史诗狂怒的美以联合军事行动，是一场典型的白昼突袭。报道显示，美以联军动用了隐身战机和高精度导弹，对官邸内的多个核心目标进行了垂直打击。详细过程虽有待进一步披露，但袭击地点的精确度之高，就是在向全世界展示美以联军那绝对的制空权与情报掌控力。伊朗官方媒体 IRNA 与 Tasnim 随后发布报告，宣布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袭击中殉职，随他一同陨落的还有他的女儿、孙辈，以及长期担任核心顾问的阿里·沙姆哈尼。路透社于未报之后也进行了报道确认。伊朗国家电视台更是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周的最高级别哀悼状态。在这7天里，伊朗全境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让黑旗挂满德黑兰的每一条街道。在此之前，特朗普就已经在真实社交上发表声明，确认哈梅内伊死亡，并称这是对伊朗人民的正义。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定点清除，在人类近代战争史上极其罕见。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选在白天动手，通常这类行动为了隐蔽，都会选在凌晨2、3点，但这次梅伊选择了白天，就是想告诉全世界，伊朗的空域已经完全失守。只要梅以愿意，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干掉任何一个人。在梅以的视角里，这是一场清除非法政权核心的精准打击，但在伊朗官方的口径中，这被定性为殉职，试图将其英雄化。然而，最幽默的地方在于，德黑兰街头零星出现的庆祝鞭炮声，似乎说明了民心的另一面。伊朗人民的心情，火力军就不再讨论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哈梅内伊死亡的内幕，白昼突袭加精准打击。如果说没有内鬼泄露了哈梅内伊的具体位置，火力军是不相信的。那么这个内鬼是谁？哈梅内伊是怎么被定位的？这是目前情报界讨论最激烈的话题。要知道，最高领袖的行踪属于伊朗的最高国家机密，他的官邸内部就像迷宫一样，而且有多重防干扰设施。如果不是内部高层提供了精确的实时坐标，导弹不可能精准地钻进他的房间。情报专家也普遍认为，这次行动有极大概率涉及内部叛徒。首先，最重要的证据是在真实社交的声明中，特朗普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们听说许多革命卫队成员不想再战斗，并向我们寻求豁免权。”而且特朗普还特别强调，哈梅内伊无法避开我们的情报以及高度复杂的追踪系统。这句话暗示，在行动前或行动期间，可能也有伊朗军方或情报高层与美方达成了某种私下的互不侵犯协议，甚至直接提供了关键坐标。其次，外界一直猜测革命卫队内部存在激进派与务实派的裂痕。有分析指出，哈梅内伊死后，专家会议选拔继任者的过程中，如果军方能够迅速稳住局势并与美国接触，那么此次行动很可能是一次内部默认下的借刀杀人，旨在清除强硬派顶层，重新分配权力。现实也是如此，空袭发生时，原本部署在周围的防空导弹竟然全部沉没，这说明指挥链路可能在内部被人为切断。最后则是以色列的情报支持。在袭击后极短时间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哈梅内伊已不在人世。这种高度的自信来源于摩萨德在伊朗核心圈长期渗透，几乎可以做到及时反馈。现在的德黑兰每一个幸存的高官都在怀疑身边的同僚，摩萨德的触角到底渗透了多深？此外，哈梅内伊死后，谁来接掌权杖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原本被视为头号接班人的哈梅内伊之子莫塔巴目前下落不明。根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情报，莫塔巴当时极有可能就在官邸内参加会议，之后下落不明。目前关于他的情报流向存在2种截然不同的版本。第一种是生死不明论，认为他已在空袭中身亡或重伤，只是官方尚未公布。第二种是转移隐蔽论，
部分社交媒体视频显示，空袭初期有高度戒备的车队从德黑兰北部撤离。有传言称，他已被转移至类似于福尔多核设施深处的地下指挥中心。莫塔巴是强硬势力手中唯一的合法性旗帜。如果他无法站出来主持大局，那伊朗的权力继承机制将面临全面崩溃。在伊朗现行体制下，最高领袖的更迭是由专家会议决定，但目前的局势已经超出了常规法律的范畴。如果要形容的话，现在伊朗的政坛就像是一个失去了大脑的巨型怪兽。总统佩泽西奇扬虽然在紧急协调国家安全委员会试图稳定局面，但他并没有军权。原本负责选拔领袖的专家会议现在已经完全瘫痪。纽约时报报道称，阿里拉里贾尼已被赋予紧急状态下的部分指挥权，而个人候选人中，哈梅内伊的政敌前领袖之孙哈桑霍梅尼的胜率意外升至 24%。莫塔巴由于被传遇袭，其接班赔率已降至 14%。权力的天平正在剧烈晃动，每一个派系都在为了生存而殊死搏杀。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预测市场开莱士的最新数据显示，废除最高领袖职位的概率已飙升至 49%。这意味着伊朗可能会从神权体制转变为总统制，或者直接由军事委员会接管。纽约时报报道称，由于高层损失惨重，实际上已经由革命卫队将领接管了指挥权。这种军事委员会体制目前绕过了所有法律程序，他们现在的唯一目标就是报复梅伊，以维持军队的凝聚力。但问题是，正规军和革命卫队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正规军倾向于防守和观望，而革命卫队则主张发动末日反击。这种内讧的火苗可能比外部的导弹更致命。而且目前伊朗军队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内部维稳压力极大。据卫报和美联社报道，哈梅内伊死讯确认后，德黑兰、马什哈德等城市出现了民众自发的庆祝和聚集。地面部队目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跨境作战，而是封锁首都街道，防止大规模骚乱或政变。地面部队的指挥链也被截断。此次行动不仅针对哈梅内伊，还导致伊朗国防部长纳希尔加德、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帕克普尔阵亡。指挥官的缺位使得地面大规模动员失去了核心协调。至于伊朗出动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伊朗与以色列并不接壤，在没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将坦克和步兵师通过伊拉克或叙利亚进行长途投送，极易成为美伊空军的靶子。目前地面部队正收缩至核设施，如布什尔、纳坦兹及导弹发射基地附近执行保卫任务。所以伊朗地面部队的防御重于进攻。尽管伊朗已启动真实承诺4行动，发射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国军事基地与以色列，但其地面部队、陆军及革命卫队陆军确实表现出极大的战略克制。总的来说，现任总统佩泽西奇扬倾向于通过外交渠道止损，避免全面战争导致政权崩溃，而革命卫队剩余的强硬派将领则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反击。而莫塔巴的去向不明，如果他试图接班，必须得到地面部队和巴斯基民兵的支持。目前各派系可能正在私下与各军区司令谈条件，导致军方在未看清谁是新主子前不愿轻易消耗实力。伊朗何去何从，一切都是未知。说实话，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火力军是真的睡不着觉。毕竟伊朗有很大的可能性拥核，核按钮在哪儿，现在掌握在谁手里都是未知数。在伊朗过去的体制下，核资产的掌握权限有着严密的双重甚至3重结构，即决策权在最高领袖的手中，管理与保管权则在革命卫队手中。如纳坦兹、福尔多以及配套的弹道导弹系统等，都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直接驻守和管理。政府主要负责技术和行政事务，但没有实际的军事调动权。可现在领袖没了，核授权链条处于极其不确定的状态。目前外界最担心的不是政府接管，而是革命卫队中的极端强硬派在没有领袖约束的情况下擅自提升有怒作风度，或动用现有的战术打击力量进行报复。如他们若是感到绝望，是否会动用脏弹或者加速核弹头的最后组装等。要知道，德黑兰上空仍有爆炸声，以色列的轰炸还在继续，其重点目标就是伊朗的导弹发射架和通信节点。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趁你病要你命，他们必须在伊朗反应过来之前彻底瘫痪其所有的反击能力。特朗普也宣布，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的精准轰炸将不间断持续，直到达成政权更迭或彻底去核的目标。在最后时刻，伊朗做什么，火力军都不会觉得意外。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接近核门槛的危险时刻之一。退一万步来讲，即使伊朗没有按下核按钮，中东的大混战也不可避免。目前的状况实际已经是一场大规模的中东战争。以往的冲突多通过代理人进行，现在美以伊三方已直接对峙，且波及了阿联酋、沙特等国。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已发誓恢复红海袭击，并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民兵也开始攻击美军基地，只是现阶段集中在空中打击，是否会演变成地面冲突，谁都无法确定。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伊朗现在有没有核武器？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
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